欢迎来到黎春正日报，点击订阅。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，主动的幸运。原创 Esquire 时尚先生。王鹤棣，青年演员，曾先后出演过《流星花园》《江夜2》等影视作品，有较高人气。2022年，由他主演的电视剧《苍兰诀》一经播出就获得广泛关注，他因出色的饰演东方青苍一角，也在观众中收获不错的口碑。向上滑动阅读。王鹤棣知道自己幸运，也知道自己能接得住这份幸运。相貌、机会、赏识和爱护他的人一应俱全。但我也一直很感谢自己，机会出现在面前的时候，我能去拼、去扛，能珍惜。还在真人秀比赛的时候，王鹤棣就被《流星花园》剧组选中，出演主角道明寺。这个风靡亚洲几十年的超级 IP 受到各方瞩目，但第一版《流星花园》的首播时间是2001年，对出生于1998年的王鹤棣而言，这个名字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只有过隐约的闪现。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他没有切实的概念。我知道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也会有各种期待，但我对期待的理解是一个要去拼搏的目标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没有躺赢这回事，靠自己去实打实的做事，这条路才能走得平稳扎实。高开的起点之后，王鹤棣的发展没有如预期中那样一路上扬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新版《流星花园》并未像当年那样掀起狂潮，争议的声音倒是一直延续到电视剧《玉龙》。《玉龙》开播的时候，王鹤棣已经在《苍兰诀》剧组拍摄了1个多月。回看自己的表演，他心里也有遗憾。那时对自己的认知，对表演的表达还没那么清晰。不是没有去理解和琢磨人物，但对于这种高冷霸道的人设，没有进一步再多想一些。道明寺那样的角色，青春阳光，他通过丰富一些的肢体和表情，至少能表现生动感，但要表现一个不能动、不爱做表情又不爱说话的人，我当时的理解很片面，即使想到了一些东西，也不知道如何用表演去呈现。东方青苍和尉迟龙颜有相似之处，王鹤棣心里警铃大作，这次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。他没法，也不想把自己从各种争议声中摘出去，当下的心态肯定是被影响的。但我就是一个较劲、不服输的人，我想通过这次的作品证明自己。他没有沉浸在自怨自艾或者颓丧里，反而燃起了一股向上的斗志。我是个很能说服自己的人，大多数时候事情过了就过了，也没所谓。以前有2件事过不了，一个是拍戏，一个是打球，现在打球输了都能过，过程开心最重要，但演戏不行。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呀，必须去较劲，必须不能过。2022年夏天，《苍兰诀》成了讨论度最高的电视剧作品之一，东方青苍也为王鹤棣带来了观众的喜爱与认可，他高兴，但没有扬眉吐气似的得意。他人眼里这像个逆袭的结果，但王鹤棣知道自己怎么一步步走过来，其中没有超脱逻辑的意外。其实每一部戏之后，我都会给自己一个总结。这一路上，我自认为每一个角色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的进步，之前的积累正好能让我用在这个合适的角色上，优秀的剧组也给了我可以施展手脚的环境，并不是我之前只是原地踏步，现在突然飞跃。这才是王鹤棣真正的能量，坦荡荡的直视自己的不足，在挫折还未扭曲前行的轨迹前，他已经懂得不断自我审视和矫正。所谓幸运里充满了未知、等待和不确定，但他想把这些都归于主动的控制中。我不想只是昙花一现。欢迎来到黎春正日报，点击订阅。Esquire， 国庆期间你给自己制定了一个7天的运动集训计划，你总是能严格的遵循自己的计划，还是凭一时兴起？王鹤棣，
如果是我想做的事情，自己制定的计划，我一定会比较严格的完成。有时也会一时兴起，不是半途而废，就可能落下点时间，之后断断续续再捡起来。比如运动，有时收工太晚就赶不上了。但工作总是在第一位，其他的事情都在剩余的精力里分配，我还是要休息。这没辙，要是硬卯着去完成计划，身体会超负荷。我觉得健身还是在合理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好，不然事倍功半，我不想有这样的心理负担。我特别想得开，肌肉掉了就掉了，反正还能捡回来，再练呗。当然有时也会觉得可惜，之前我接了一个短片，演一个宅男，需要身形非常瘦。那时正好是我健身成绩最好的时候，但导演觉得我看起来太过健壮，不像是一个窝在家里打游戏的人，必须减下来。我平时一定要吃主食，那段时间连着20多天没吃碳水，挺折磨的。不过加上跳绳等运动，一下掉了10多斤。进组导演看到我定妆后说现在不错，挺有成就感的。Esquire， 你之前提到过，为了感受东方青苍的状态，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培养情绪，为了表现他的气势，也参考过狮子、豹子这些猛兽捕猎时的形态。但在摸索的过程中，会否有过一刻怀疑，这样真的有效果吗？王鹤棣肯定有过怀疑，特别是拍摄前期的时候，不踏实、不安。东方青苍身上有一些暗黑的元素，所以一开始我找了很多国内外的电影，看那些很厉害的演员怎么表现人物的暗黑感。然后就是给自己创造一点儿氛围，比如把房间的灯都关掉，只留一点儿微光，听比较压抑感的音乐，对着镜子揣摩感觉。后来我意识到，人物的基本调性很重要，更多应该从心理上去接近。在现场融入了角色之后，眼神出来的东西就是会不一样。东方青苍在整个剧里的变化和成长是比较微妙的，基本的眼神调性也是凌厉、凶狠的，但他在面对不同的人物关系时会有改变。一旦出现我不确定的东西，我就去找导演。我很信任他，所以有非常多的交流，彼此也能懂彼此的想法。他给我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表演环境。Esquire， 如果角色的逻辑和你本人不同，你会有一个和角色争辩的过程吗？王鹤棣，整体的角色进入来说，不会那么费劲。但是在一些重场戏里，角色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要想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才能演。包括定妆的时候，我会通过造型去重新定义角色，更新一下自己的认知。有些时候需要调动比较大的情绪，如果知道今天要拍哪几场戏，我一到现场就会让自己尽量安静下来。特别在开拍之前，我几乎不会和任何人交流，可能会戴上耳机听音乐，就是进入一个独自的封闭的空间。其实我试过很多方法，比如借助自己之前的经历回想一些难过的事，或者生理上憋一憋之类的技术性处理。但可能因为我平时太乐观了，生活里即使有过一些不如意，也不足以调动我达到角色需要的程度，所以还是要把心沉下来，真真切切去体验和感受，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的。欢迎来到黎春正日报，点击订阅。Esquire， 你是鼓励型的选手，还是越受打击，越能被激发出能量？王鹤棣，两者都可以。受到鼓励我也会越演越嗨，但我也有点弹簧属性，给足压力，可能会被激发出一些意外的惊喜。我也是会给自己压力的。一些比较重头的戏，从看到剧本开始我就会很紧张。不过除了导演和对手戏演员，别人应该看不出来，我就是心里一直有这事儿，会一直和导演念叨这场戏怎么拍。所以我一进组就会和导演、制片沟通，能不能把这几场戏往后放，至少让我先找对人物的感觉，
再去表现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可能比较有帮助。有时候一些戏已经拍过了，但之后会突然意识到当时好像演的还不够准确。很多时候遗憾只能留在那里，只能把它转化为下一部戏里的力量。Esquire， 你在许多作品中都是男一号，可能你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作品的最终质量，你心里的压力会加码吗？王鹤棣，会。一部戏的质量是整个团队合作的结果，从导演到摄影、灯光、剪辑每一环都很重要，主演要有主演的责任感，就是我要撑起人物的故事线，完成好自己本职内的表演。但把所有的责任压在自己身上也不现实，一个人承担不了整个团队的力量，大家互相信任，完成各自的工作，这样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氛围。Esquire， 许多人觉得王鹤棣看起来总是开开心心的，好像心里不会存事情。但演员是需要把许多情感里细微的东西剖开解析的，你是真的不会存下那些感触，还是只是把细腻的东西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？王鹤棣，人是有很多面的，可能大家看到的我是一个很活泼、很跳的人，想要给别人传递快乐，但我也有安静，自己想事情的时候。没有思考和琢磨，表演上是很难进行的，不管体会角色还是共情，都需要不同的感受。可能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把自己生活完全沉浸到某一个角色里去过，100%地转移到自己身上，还没做到那么极致。但在角色的呈现上，我会察觉、感知、体会他的情感，最大限度去理解和共情。欢迎来到黎春正日报，点击订阅。Esquire， 身为演员，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对你的评价和要求，你心里会有波动，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？王鹤棣，不可能完全不在意。角色被人讨论，夸也好，骂也好，我都会去看。这是对你业务能力最直接的反馈，拍戏就是要给观众看的嘛。但我不会因此有特别的心理负担。换位思考一下，看别人打球的时候，作为观众，我也会评价这个球员打得好不好，所以我也可以用比较理智的第三方视角去吸收别人的意见。Esquire， 入行的时候你年纪也很小，更多可能觉得演戏是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。这几年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，是否会觉得表演对你来说有更多不同的意义？王鹤棣，流星花园给了我入这一行特别好的契机。但人要向前看，那个开始总是会成为过去，我必须要有进步才能迎接后面的东西。我不希望自己只是昙花一现，既然决定要做演员，就踏踏实实把这份工作做好，到30、40甚至60岁的时候，我还能继续这份工作。我非常喜欢剧组的氛围，可以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演戏可以不断挑战自己，甚至和自己对抗，而且每天都能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。虽然好像总是在重复化妆、出工、卸妆、收工的过程，但戏里的人生是新鲜的。我怕闷也怕重复，这种新鲜感是让我最开心的部分。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，干就完了。Esquire，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苍兰诀热度的变化的？会有一点儿小小的惶恐吗？王鹤棣，剧播的时候看到的消息呀、舆论呐，包括自己在网上刷到的评论，一天天量都在变多。那次我去长沙录节目，看到那么多粉丝在等，特别强烈的感觉到，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都在看这部戏。我觉得整个剧组对苍兰诀都挺有信心的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不错的戏，但播到这个成绩，还是有很多超出预期的意外和惊喜。这部剧带来的效应也一直影响我现在的工作，就是会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点儿，我希望对得起这些关注和喜爱。Esquire， 之后如果碰到喜欢的角色，你会主动去争取吗？王鹤棣，其实我之前就主动写信向导演推荐过自己。
现在接到的每个剧本，我都会和公司的小伙伴一起讨论、研究剧本、揣摩角色，就像一起去接受一个挑战。目前就接到的作品和角色来说，我都是比较舒服的状态。不过偶尔我也会提一些意见，比如去年1年我都驻扎在横店，我就会建议公司说，要不下面换个现代戏吧。很多前辈都和我说，你应该先钻研一种角色，把这个类型拿稳了，但我会担心在一个系统里久了，我是不是就只能演这个类型的角色了？隔一段时间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尝试一种新的表演体系？表演上的认知之外，身体负担也是个问题。一直戴古装的头套，我也有点担心自己的发际线，碰到夏天高温，整个额头都是水泡，很痛苦。身体上碰到的问题会影响自己的创作欲望，就是干不动了，没心气了。有时候缓一缓，也是为了更好的迎接下一部作品。欢迎来到黎春正日报，点击订阅。Esquire 有想过说，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吗？王鹤棣，没有，大家工作都很辛苦。在剧组演戏，除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些表演上的东西之外，它首先是一份你要去完成的工作，你必须要扛住长时间拍摄的考验，这也是专业性之一。而且我还挺抗造的，平时运动之外，也和我家里搞夜宵事业有关系。小时候就老熬夜，经常帮忙到半夜1、2点，现在碰上拍大夜戏那种就还行。Esquire 有些演员觉得他们需要对观众保持一定的神秘感。你去综艺节目会有过度曝光这样的担心吗？王鹤棣，其实我没有上那么多综艺节目，入行5年来，每年最多1、2个，但有时播出的时间正好挤在一块儿了。在综艺里，我其实能有一些不同的收获，比如能认识王传君和李雪琴这样的朋友，之前在节目里还遇到过吴奇隆、胡军等老师，可以有机会听取一些他们的经验。我在节目里还能尝试一些生活里自己不会主动做的事，平时要有3天休息，我不会说我去跳个伞。这些经历是很好的积累，比如跳过伞之后，吊威亚的感觉都会更真切一点儿。Esquire 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就和人打成一片，还是心里会有点小胆怯？王鹤棣，大家老觉得我社牛，其实遇到新朋友的时候，我还是挺拘谨的。当然，我拘束的度可能和大家的概念不太一样，我以为的拘束在别人眼里大概属于非常放得开了。我觉得人和人的相处其实没那么复杂，有时就是迈出一步，或者先伸出手，我挺愿意去主动建立交流的。我心里不会过那么多东西，不会有别人喜不喜欢我之类的预判，想认识这个人我就过去打个招呼，能聊就聊一块儿。你让我自己在那儿玩，我也会玩得挺开心，但如果有朋友愿意一起加入，我也会非常乐意。如果你自己有个主心骨，用什么方式和别人交流就不是问题。我很容易相信人，会掏心掏肺。我总觉得将心才能比心。Esquire 你和李雪琴、王传君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但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正好出现在一个节目中，感觉完全不是同一类人。是否对你来说，某些特质的人特别有吸引力？王鹤棣，去拍摄《桃花坞》之前，我都觉得我们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应该相处不到一块儿去。但后来发现，大家虽然在直观的外化上有所不同，但私下的交流很容易懂彼此的默契，可能骨子里来说根本是一类人。我会凭直觉交朋友。雪琴姐他们有时会聊一些比较学术的话题，一开始我在旁边听也插不上什么话。但听多了我就会有一个意识，这些有营养的东西我也应该吸收，了解一下。军哥让我看13妖，第一次我睡着了，但第2次觉得，可以看下去。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先把它看完。军哥也说，
你不一定非要看懂，但一切要有个开始，最困难的是行动起来。看了就会有后面的思考，会自然连带出种种化学反应，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可能没有认识这些朋友之前，我需要过5年甚至10年才会做这样的事，但有他们在，现在我就会尝试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事，没试过的学习方法，这一点非常正能量。Esquire， 你自己来说，学习新东西最大的动力是什么？王鹤棣，我喜欢那种偏体验感的，比如跳伞、蹦极这种就让我兴奋。另外就是当角色有需要的时候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我也会很有动力完成。如果目标没那么明确，我可能动力就没有那么强。之前拍武打戏，我跟着武行的兄弟们训练了20多天，那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受用。之后去别的剧组，武行导演看到我会说，哎，有点东西呀。有时做完一套动作，大家还给我鼓掌。可能从小喜欢打球和运动，身体的协调性有基础在，我学招很快。基本上武行兄弟打一遍，我跟着来一遍，几乎整套动作都能记下来了。再多练习几次，现场磨合一下，基本就能达到播出的要求。在条件允许的范围里，我非常享受自己完成动作戏的过程。我小时候就有很多金箍棒之类的玩具，很喜欢和街坊邻居的小朋友一起比划。长大后可以用更专业的方法去玩，简直光明正大实现了武侠梦。我记得第一次扮上古装是拍《江夜2》的时候，整个儿就是少侠风范，还背着刀和剑，我的中二武侠魂立刻燃起来了。Esquire， 你会害怕生活里只有演戏这一件事吗？王鹤棣，会。作为演员，生活里只有演戏一件事的话，你是没法演好角色的。人除了工作之外，还需要一些别的色彩来填充自己的人生。有时我也会想，现在的生活就是为了以后更多的角色做准备，但我能把生活和工作分开。工作就好好干，回家该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我不会有那种一心两用的纠结。这次到厦门参加星辰大海青年演员计划，我也去了金鸡百花奖的颁奖典礼，齐溪姐得了最佳女配角，我去祝贺的时候趁机掂了掂奖杯，我希望以后再去的时候，也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去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但这是个目标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